大家好啊！这两天啊，大家都在等韩国民间复健爱好者就是 SCDL 郑大哲的那个论文，但是显然啊遇到问题了不过没关系，郑大哲呢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过程看起来是让人唏嘘的。另外老金的发言稿呢，在韩国的岛派论坛也有人整理了，我给大家呢翻译了一下。我们先看老金的发言，说实话，比我早期的解读可是简短多了啊。您好，我是威廉玛丽大学的金贤卓让我来介绍我的同事研究人员，来自 SCTL 的郑大哲先生，釜山大学的金民基博士，中国科学院的王洪洋博士，以及华南科技大学的姚瑶博士华南理工大学这次我们准备了常温常压下的二类超导体的特性和部分悬浮的报告。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二类超导体的特性 ，M 是磁距 ，H 是磁场，它的特性属于混合态，这意味着呢存在两种磁化率一种是麦斯纳效应，即反磁性磁化力，另一种是顺磁性磁化力，它通过束缚磁通线来实现的，顺磁性取正值，反磁性取负值。所以我们测量了磁铁的磁场。这里很重要中心是2000高斯，边缘是3000高斯，存在磁场梯度，在中心样品的头部悬浮着，而底部由于磁场强度更高而倒下，同时直立和倒下的样子，这个行为对应着这里存在着强磁场，因此部分悬浮证明了二类超导体的存在。这是一个视频是一个磁铁，中心很重要，中心大约是2000高斯边缘会更高。这个视频显示了磁场的不均匀性，当我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理解了其中的物理意义。接下来是顺磁部分的磁通定障，这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行为回转行为就是可信的原因，有些直立，有些倒下。中心也就是另一个样品的中间部分，在中心测得约2842高斯时直立，而在外围由于磁场更强而倒下，在强磁场下倒下，在中心直立。是的您可以看到。下一个是翻转，有人说翻转行为是可能的，但也有人反驳意见。有些人声称，即使是永磁也可能发生这种行为，但对于铁磁体，如果用力翻转，极性不会改变，所以不会翻转。但是这个样品能翻转。接下来的是完全悬浮，完全悬浮很难测量，但用显微镜放大1600倍后，就可以看到完全悬浮了。我们用3个硬币来降低磁场，这里是放大后的样子。下一个样品展示了麦斯纳效应，在靠近临界温度的易贝斯铜易贝铜氧表现出了部分悬浮我们将它与我们的样品进行比较。那 YBCO 在临界温度附近也表现出部分悬浮。基于此我们可以声称我们的样品是室温超导体。这是零电阻的数据请忽略噪声行为。通常在零电阻附近会出现噪声。这里是薄膜的情况，但也存在聚齐的超导体，就是块状的，而且是零电阻。我们成功的复制了实验这些就是观察到零电阻的样品。值得注意的是PCPOSOS 分解时会分解为两种金属，氧化铜和硫化铜。根据我的 BRBCS 理论，单硫化铜比氧化铜的共价键更强，因此硫化铜会更容易发生结构变形。因此我们声称 PCPOSOS 的超导态是硫化铜。有两种通道当掺杂很少的时候，形成掺杂的是莫特绝缘体；当掺杂很多的时候，形成硫化铜金属。在临界温度以下，变形会变慢。部分悬浮证明了二类超导体的存在。
其他的研究小组也复制了零电阻新的制备方法，今天就将在 archive 中公开，并将详细说明。谢谢。是不是很短啊？这里边有意思的是啊，老金把郑大哲、金民基、戴院和习老师啊成为同事研究人员。嘿，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啊。大家看我过去的这个论文解读的视频里边啊，都知道我有个地图展示大学的这个环节啊，经常是飞来飞去，是吧？或者就是因为一个论文，甚至有7、8个单位，而且很多还是跨国的。你比如说咱们高产的西北大学的思良老师，是吧？都是和他瑞典的朋友合作的。那么美女博士格里芬他的后2篇 LK99 论文呢，也是和其他的国家和机构合作的啊。所以看起来啊，老金的队伍在壮大。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说，但愿他们的队伍在壮大。LK99 啊，或者说 PCP-OS 啊，或者说直接说史文超导啊，发展到现在，已经很难用这个机构啊或限制技术的扩散，或者发展了。毕竟啊，如果可导，那将是全人类的这个幸运。下面啊，我们来讲讲这个短头大魔王，就是老金之后啊这几天最抢风头的这个郑大哲。说实话，很多导派啊对于炒股的人是有看法的啊，或者说是偏见啊，因为显而易见啊，这个即使是超导成立，你技术应用也是我们有生之年的事儿了，而股市显然是投机嘛。我们下面的话题的主人公就是这个一开始我不喜欢，到现在佩服的这个人物，短头大魔王郑大哲。郑大哲在导派论坛公布了他的心路历程啊，默默的在知乎上也做了详细的翻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那在他的自述里边他首先要感谢所有支持、建议和关心的人。那么去年夏天就是7月份是吧？他第一次接触到史文超导的消息，便对这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开始他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参与，就是购买相关公司的股票，但是好奇心驱使他开始直接参与制作样品。在实验的设备制备和过程中这个郑大哲呢从网络论坛获得了很多的帮助他的实验环境还是非常简陋的他和师傅一起在一个制作这个室内装饰品的小工厂，应该就是装修工厂里工作，那就只有一些基本的焊接设备。当时呢，由于条件所限他只能使用比较容易获得的这个铜线、铜焊条、黄铜，以钓鱼用的这个铅坠和焊接的这个铅线来实现的材料。硫呢倒是很容易获得，但是呢，在韩国你个人获取这个纯磷就相当困难了。所以在用这个第一批的不含磷的这个样品做对比实验的时候郑大哲发现样品的运动表现和普通金属材料有显著区别。这就促使了他决定进行更多的这个额外的实验。幸运的是呢，在工厂里边他们残留了一些含磷和铜的产品。那在等待这个磷原材料到货的时候他用这些材料呢就制作的样品表现出更多特殊的现象等到磷最终到货的时候呢，他通过包含磷的这个制备过程获得了所谓的就是吸管悬浮的样品看过的视频，转过他的视频就把电池通过铜线联系到这样的样品的时候呢，电池会变热，这就证明它是一种导电材料。那郑大哲从金民基博士的论文里获得灵感，认为超导体的形态可能像针一样，于是呢将样品粉碎并拍摄了这个显微镜的照片。在这个过程中论坛的很多朋友也热心的借给他显微镜或者提供推荐，他也上传了一段视频，推测呢是麦斯纳效应现象。随后呢是一位国内大学的教授联系了他，所以呢郑大哲呢把样品交给了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呢也尝试做了一些测试这个想分离出这个导向和杂质相，但是最终呢没有成功随后郑大哲就改用另外一种这个方法，就制备方法，制作呢也出现了不同的样品，那么再次和原来那个教授进行了SQUID 测量结果显示样品是顺磁性的，他虽然接受这结果，但这位教授他对这个事儿已经失去兴趣了，郑大哲呢
向这个教授表示感谢，并说我会继续搞下去。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边啊，郑大哲一直是在尝试不同的这个制备方法和路线以及配比。期间呢，又有一个业内人士联系过他，建议他可以征询其他教授的意见。于是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邮件沟通啊，这个查普曼大学的古里曼教授，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光头呢，和这个老金同志回复了他，尤其是老金啊，对他的材料配比啊给了一些建议。所以郑大哲呢，根据这些建议尝试了不同的混合比例。所以一开始呢，郑大哲呢以为实验啊还会最终失败啊，但是在老金的建议下呢，他重新检查了那些失败的样品，发现了一些抗磁性的样品。在这个论坛朋友的帮助下呀，他尝试测量了这个样品的电阻，发现这个电阻值比铜高出1.7到3倍啊。他根据这个制备方法呀，就持续的改进，制造新样品。后来呢，在进一步的这个电阻测量的时候啊，郑大哲发现某些样品的电阻啊，这个电阻计啊，只在特定的范围内显示出负数区域，也就是噪声区。为了继续验证这些样品的这个电学特性啊，他租用了这个 Keithley 2400型号的这个电阻这个纳伏表啊进行测试，发现这些样品的读数啊确实持续显示在负数区域。他随即就联系了这个Keithley 韩国的总部，他得知啊2400型号呢不是精密的测量设备，然后呢，他也告诉了他呀需要的精密设备的设备规格。他随后呢就去这个Keithley 韩国合作伙伴那里啊咨询了报价。这个郑大哲呢带了2个样品和一个铜样本去那里进行了精密的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呢，铜和这个参考的这个样品的电阻值啊在正常范围内那么铜和那个参考棒啊，但是样品就是它合成的样品在特定的区域内显示出平坦的区域。他将这些数据啊分享给了老金，老金表示啊这可能就是超导。后来的故事呢就更复杂了啊，还有一些所谓他说的隐私内容。郑大哲说呢，有机会的时候呢会整理并公开。不过呢，在老金的建议下呢，他们决定将已有的成果整理为论文发表。那么在一些电学的基础测量数据得到基本确认之后呢，郑大哲就委托了国内的一家大学实验室，在这个 ZUS 设备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那有一些测量数据啊，郑大哲自己也无法解释，于是呢，他就联系了量子能源研究所，李世培那个单位，咨询了这些数据是否代表了某种特殊现象。那量子能源研究所对他的数据和实验给了一些建议，但相关内容啊需要获得李世培他们的同意才能公开。所以郑大哲呢，最初啊只是出于好奇心开始烧着样品，并希望呢能够验证一下，实际上还是股市赔了钱，心里不服气儿啊。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实际上能力是有限的，样品的制备工作完全是他个人完成的。但是数据的测量和分析，依赖于那些专业的院人员、教授啊和他们的团队成员，因此啊，他就是说我无法这个随意的和他人分享这些专业数据。他表示啊，他会尊重那些学者的意见，避免任何可能会被量子能源研究所解释为的不利言行。就跟咱们大家说的一样，作为外行啊，他们团队能力是有限的。但对于经过官方认证的机构的专业测量啊，每次测量一个样品的基本费用就在40到50万韩元之间。这对于普通人或者普通公司来说呀，也没有什么优惠。所以呢，如果一次测量的数据结果良好，那自然是没问题啊。但是大多数的这个结果呀，都是令人费解的，需要多次反复的测量，所以在经费和时间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于他来说。因此，对于这个普通人啊，这个测量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郑大哲呢就公布了他的制备方法，希望呢和其他感兴趣的研究团队讨论这个制备和测量的这个结果。因此呢，他还创建了一个推特账户啊，但因为有些原因吧，他的论文呢还没有被 archive 公开啊，就是还是 on hold 的状态，他正在等待这个答复，所以他愿意啊和那些尝试复现他们工艺的其他团队呢进行交流和合作，并且接受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的结果
他们在数据处理呀和测量过程中是绝不作假，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继续实验。所以郑大哲说呀，他说放弃的人总是先找借口，而挑战的人总是先找方法。我们将继续寻找方法，慢慢前进。你看这讲的是真好啊，这个郑大哲这句话。所以李宗盛啊，他动人的歌曲有很多啊，你觉得是哪个？这个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说法啊。我要说是真心英雄，谁同意谁反对是吧？灿烂星空啊，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所以你看这个郑大哲们啊，就是平凡人给我们的感动。实际上啊，中国呢也有不少的民间复兴爱好者，咱们介绍过多少次了啊？他们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呢是做生意的老百姓。比如说最初用打火机烧结原材料的火鸡仙人，用电击焊烧结的那个池大师，还用微波炉烧结的这个阿窝，是吧？还有很多很多啊，更有这个有色金属博士后戴院啊，以及这个金属专业的牛建渣，是吧？所以这些人的特点啊，他们的研究啊，都是他们的都不是超导或者凝聚态专业出身的啊，但是呢，都对于这个室温超导的研究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以及这个知识这个问答的这种网站的这个聚合下，是吧？看来这个民间的复现能力啊，已经我觉得啊，超过了主流超导研究界啊，起码在这个 LK99 方面。所以这种民间力量的崛起啊，反映出啊，这个现在科学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呀，越来越广泛民主化。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科学难题上，甚至民间科学爱好者都可以为解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民间复现啊，这个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啊，有科班出身啊，也有完全业余的啊，但是他们能抛开身份这个地位的这个束缚啊，完全出于好奇心和这种去探索的欲望啊，去可以说追寻真理，用最朴素的方式、最简单的工具去尝试实验，这种执着呀、纯真啊，是几乎是职业的科研人员是难以企及的。比如说，郑大哲是吧？还有我们戴院啊，都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老金呢，如果没有他们的数据支持啊，这次的发言恐怕会遭受更多的批评啊。所以这就说明民间力量啊，在科研力量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啊。当然了，戴院是中科院的，他只是不是超导专业出身的啊。不过呢，民间复现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检测能力。郑大哲说的那个，你看，对于一些前沿探索，要确认这个结果，确认这个发现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你需要先进的专业设备和人才，这就使得很多的民间复现爱好者呢，即使取得了成果，是吧，也难以完全证实。就错失了创造奇迹的机会啊。不过呢，我认为啊，这个它并不意味着民间复现就失去意义了，是吧？首先呢，民间复现呢有助于这个知识的传播以及这种热情的传递，使得更多人参与进来。再一个呢，就是民间复现啊，即使不完美，也为后续的这个系统研究啊就提供了方向。然后呢，实际上民间力量和这个职业的之间的结合啊，就可以发挥双方的优势，实现更有价值的这个突破。老金的这个报告就是一个例子嘛。所以啊，我觉得呢，这个未来吧，这种民间的力量啊，在和职业研究队伍啊形成良性互动或者配合融合，是可能的。随着专业这个检测设备和这个方法的进一步的这种普及也好、民主化也好、亲民化也好，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民间复现者呀，获得机会啊，对于潜在的这个重大发现进行最终确认。同时呢，专业研究团队啊，也需要虚心的接纳这个民间力量啊，敞开大门，细数各种这有益的探索。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引用郑大哲的那句话啊，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这还是很朴实的啊，也太让人感动，是吧？放弃的人总是先找借口，而挑战的人总是先找方法。
在这条不平凡的道路上追求十分昭导让我们把最诚挚的这种祝福送给所有的导派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取得他们想要的成果。谢谢各位的收看，再会。